好啊，大家好，现在是2023年6月21号星期三8点钟，这个小红花技术领袖俱乐部之前呢是有过连续性的这个定期技术分享，都定在周四，那么中间还是疫情突然反复啊，比如说二阳啊怎么地，我们又停了一段时间，那现在是准备恢复啊，至少是一个月每2周吧，最好的节奏是每2周，我们周三晚上8点钟或者周三下午3点或者4点啊，下午其实可能更好一些。那关键是看讲师的这个时间来定期分享。那 OK 好，那今天的话，介绍一个楚潘啊，他呢是储能行业的专家，已经深耕了多少年了？也不能说一辈子，至少20年是吧12年，12年，12年是吧？那不是，对，但是你从业这个12年，博士从业12年，对，你专业的也是储能吧？我记得专业是储能相关。如果把读书的时间也加上，要再加9年。对，是啊，超过20年了，是啊。那我从业都20年了，你肯定也是。好，那么要念一下有关的，就是除了头衔之外，最关键的是啥呢？这个楚潘啊，楚专家是参与了很多国家级别的机密项目，但是机密项目的具体的内容呢，可能跟大家说不了。但是这些机密项目所代表的我们储能行业的这个趋势和倾向，包括这个积累，是可以跟大家公开说的。那在国外期刊上啊，SCI 啊、EI 的检索论文有30多篇，也参加过这个863的课题。而且呢，是近三年来密集深度参与过储能项目超过50个，而且在十多个专家平台啊担任储能领域的核心专家。什么叫专家平台？你可以大家认为是在中国各个部委或者各个省或者各个地区或者各个不叫财团啊，就是说那种各个叫集团，他们组织的智库，类似于这种组织当中，这叫专家平台啊，也是属于核心专家，而且是更多了30多个这个券商啊的储能专家的是长期合作专家，就是万一发生点什么新的情况，大家看不懂，都会请这种专家来去说啊等等。感谢大妈的介绍啊，就是你，其实我连大妈的真名都不知道，因为从认识她，所有人都叫她大妈，然后我也也只会叫大妈，然后也有她的微信，她的微信昵称也是大妈。然后因为我认识大妈呢，是在某一个培训某一个这个线上的课程，线上课程之后呢，然后就加入了这个线上课程的一个学员的一个群，在群里大家在讨论起来。这个人工智能啊的时候，就会讨论起来这个 Python 语言，然后提到 Python 语言，就有人提到大妈，然后我就很感兴趣，后来就把大妈的私人微信就加了，就这么认识的。大妈所处的这一些朋友圈呢，大部分都是和 IT 啊、互联网啊这些相关的，就是信息科技、IT 方面相关的。可以，所以说这次活动的听众，我觉得更多的也都是和 IT 行业相关的，就是信息这个领域啊，信息科技领域，像类似于现在最近的 AI 呀、AIGC 啊这些炒的都很火热。当然，今天可能有点不太火热，今天和 AIGC 相关的这些股票都大跌了，大家去炒的话可能会有点伤心。不过未来应该还是有很好的机会。不过那方面不懂啊，只是一个自己初级的判断。那针对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看似和各位做信息科技的没有关系，但其实也是很有关系的。包括大家做信息科技相关的，就无论是你做数据处理，或者做一些互联网各种 APP 的开发呀，就是这种信息化未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信息化会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角落里面。那为什么储能领域也有机会呢？或者说做信息化相关的、做 IT 相关的信息类、科技类的人才，是不是也有机会在储能这个领域里来获得一些新的发展机会呢？我觉得是完全可能啊。就比如我最近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新闻去曝光一些大厂的有互联网相关的、IT 相关的各种裁员的信息。当然，肯定他们去曝光这些信息的时候都是。这个捡这种惊悚的这种说，但是这些从互联网领域被毕业的人出去之后，他们是不是可以也能进到储能这个领域，就是新能源这个领域？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后面我在分享整个领域的看法的时候，会介绍一些机会，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我就从今天大家比较关注的整个储能的大主题先说起吧，就是为什么
现在储能这个赛道或者这个领域这个概念，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尤其是从2020年之后到现在，发展速度是，以每年翻2番到3番的速度去发展，以至于现在我们新的公司或者说想向储能领域，转型的公司，他们在招人招聘的时候就非常的困难，然后大家都属于抢人才的阶段。就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很多做储能业务的公司，他们在招聘的时候，我就举一个非常普通的岗位，就比如说销售这个角色。一般上来说，大家都认为销售的技能是共通的，就很多销售可以做过很多行业。当然，储能领域的销售稍微要求可能会高一点。那销售这个领域呢，可能很多人都清楚，这个主要是靠提成，然后这个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可能就大部分领域都比较低啊，都比较一般，除非说这个领域它的这个红火程度特别高。那终于现在，这个比较红火的这个领域烧到了储能这个赛道。储能赛道的很多做销售类的基本的起薪呢，就是除了就是保底工资和保底的收入大概2万以上，所以我这个提成还要另算。就我所了解到的一些做储能业务的公司做的比较好的，他们基本上都可以一年拿到100万以上的提成，而且都相对来说不敢说很普遍吧，在规模比较大的，比如说市值在50亿以上的公司，只要做到前几名的这些销售都能拿到这样的提成。就单单从这一个关注点，大家也可以了解到这个赛道是多么的火爆，就仅仅底薪就可以拿到2万以上，甚至有些开得更高。就是普通的销售，不是销售主管，不是区域主管，就是普通的一线的最基层的销售，就是这样的一个底薪。那这是这个赛道现在红火程度。但为什么这么红火呢？就关注度这么高呢？主要就是和现在的双碳战略或者说叫碳中和的这个发展大背景相关的。就在碳中和的整个的要求之下，我们的国家的目标是在2060年之前实现这个碳排放和碳封存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就相当于我们整个这个社会生产、整个工业生产所有的生产都加起来，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和我们通过一些封存碳的手段，比如通过 CCUS 或者 CCS 这样的技术封存起来的二氧化碳，要达到一个平衡。那其实封存二氧化碳的能力是很弱的，我们每年排的二氧化碳可能几十亿吨，这个具体的数字我没有，我忘记了。虽然我是干这一行的，但是这个大目标我们没关注到这个大目标，我们更多的关注这个过程，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想去一年封存几十亿甚至是上百亿吨的二氧化碳是非常困难的。就为了实现碳中和，我们的一个非常必须要去做的就是我们尽量去少排放二氧化碳。那少排放二氧化碳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这个工业生产就工业耗能的过程中，少用这种绿电，用太阳能或者光伏发的电，他们是不产生二氧化碳的。那就在这个大目标之下呢，这近3年和光伏和太阳和这个风电相关的这样的企业，这样行业发展的非常快，差不多每年它的发展都会快于规划速度，因为针对能源发展的规划，国家或者每个省层这个速度，国家或者省层面都有一个规划的。一般上来说，这个规划会做的比较大一些，但是这个行业的发展经常是超出规划，就是超出预期。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那未来那随着我们现在要朝着碳中和这个目标去发展，未来这个光伏和风电这两者将发展到一个什么态势？就是所有的我们的发电的装机里面，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就是大家可以认为就是由风电和光伏发出来的电占到整个的消费电量里面，未来到实现碳中和的时候，大概要达到70%左右啊。现在是多少呢？现在刚刚过10%。就现在我们在生产生活中所有的这种消耗过程中，消耗的电能大概只有11%、12%来自于风和光。未来实现碳中和的时候，要超过70%，接近70%。那这个对整个能源结构的改变非常大。那当这个当风和光它的这个发电量达到了或者超过了70%的时候，那他们给整个系统、整个这个电网啊，或者叫电力系统带来的波动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风和光是首先是不可控的啊，它比较随机，
另外呢，它的这个也有些时候是有一个间歇性的，比如说一片云飘过来了啊，或者突然正在刮风，突然风停了，这都会影响整个系统去用能的时候的一个稳定性、可靠性，包括安全性。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保障措施。这个保障措施来看，就是储能。储能的整个的概念，大家可以认为是一个蓄水池，就是我们本来这个风和光它随机的发的电，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像储存到一个很大的蓄水池里面，然后我们在用能的时候，从这个蓄水池可以稳定的去耗能，这是未来要终极状态下要实现的形式。当然现在还没有实现，那肯定有人会问，将风和光发出来的每一度电都储存起来再用的话，成本不高吗？当然很高。现在风电和光伏他们发出来的电呢，大概每度电的成本呢，2毛到3毛钱之间啊，这个成本可以做到和火电差不多，就是或者说和火力发电稍微高一点，基本相当的水平。如果将它们储存起来，再释放回电网供所有人来使用的话，包括民用用电，包括工业用电，那这个成本会增加的，因为储存起来再释放出去，首先会有一个这个消耗。目前来看，消耗最低的储能技术呢，就是用锂电池去储能，就和大家用的手机里的锂电池和电动车用的锂电池差不多。这个效率大致可以做到80%到85%，也就是说储存并且释放出来会损失15%左右，这差不多已经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了。那一个是损失，另外一个是储存并且释放会带来一个成本，会额外增加一些成本。这个成本是多少呢？大概每度电会增加5毛钱左右的成本，也就意味着，虽然风和光它发电成本和火电差不多，或者说它比火电便宜一点，但把它储起来再用，那这每度电就要加5毛钱，也就是说每度电就接近8毛钱的水平了，要远超火电的发电成本。火电的发电成本大概是3毛到3毛5之间吧，不同地区可能略微有所差异。为什么要和火电对比呢？再深入解释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电源结构，就或者我们用电的这个结构里面，70%接近70%的电还是都来自于火力发电，它是我们现在用的电的一个主体，一个主流，所以说我们要和它比。如果某一天，这种由风和光我们统称新能源，它发出来的电，经过储存之后，它的成本还能够比火电低，到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新能源大幅度或者大面积去取代火力发电，成为整个电网、整个能源系统的一个主要功能方式的这样一个开始。当然，他们去取代火电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会一时之间把所有的火电都退役的，也不太可能。即使到碳中和实现的时候，整个电力系统中还是会存在一些火电的，他们会作为一个基本的调节电源，就不作为一个纯粹的一个发电一个设施存在的。那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实现呢？根据目前整个风和光他们发电成本的一个变化趋势，以及未来这个将它们储存起来储能的这套系统成本的变化趋势，我觉得这个新能源发一度电加上储能的成本，能够和火力发电能够相媲美的，就在成本上相媲美这个时间节点。根据我从业10多年的这个感觉吧，就大家在一个行业里时间足够长之后，会产生一些预感，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有。当然对市场也会产生一些预感。我不精准，我只能说是也结合着一些咨询机构的预测，也结合着过去曾经的价格的变化趋势，结合种种原因、种种这种因素，不止单项的，可能有10多项因素结合起来，我认为这个节点大概会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发生。也就是说，新能源加上储能这种新型的供电形式，它去超越它的成本，比火电更便宜啊，这个节点会在30到35年之间发生。也就是说，到这个节点之后，整个我们至少在中国，我们在用电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去用这种新能源加储能这种形式，它成本更低，而且它更绿色，而且呢，它的更可控。为什么说更可控呢？其实火力发电呢也是可控的，只不过它的反应速度比较慢。那我们用这种新能源加锂电池储能的这种方式，它的响应速度可以非常快。这个响应速度，举个例子，就是对于一个火力发电厂，以煤电厂为例，我们想让它
做一个变工况、变负荷的运行。为什么要变负荷呢？是因为整个外部的用电的这个负荷是用电的多少是在不断变化，所以为了达到实时的平衡，在发电侧也需要不断的变化。那它的变化速率是很慢的，它基于它自身的装机容量，它大概每分钟只能变化2%，就它的这个增加发电能力的速度很慢，也就是说它通过50分钟快1个小时才能从零输出到100%的输出，这个是很慢的。那我们通过这个新能源加锂电池储能这种形式，2-3秒就可以实现零输出到100%输出，就是这种可控性更强，响应速度更快。就这种发电形式未来会更加受欢迎，而且这种新型的发电形式呢，会让整个电网更加安全。那这个其实接下来会带来另外一个变化趋势，就是如果我们实现了这种新能源加储能这种发电形式，那它还会给整个电力系统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就是目前我们的整个电力系统、整个电网是一个非常集中式的，每个省是一个高度独立的一个集中式的大网。那未来呢，如果这种新能源加储能加锂电池储能这种形式，它的成本更低，技术性能更优的话，那到时候就会促使电网做出改变。未来我们越来越多的这种电就不用再上网了，就大家要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孤网，就是自发自用。谁想用电，谁要去发展，无论是工业，无论是农业，那他根据他自己的需求，他在附近去建一片光伏电站，或者再建一片风电场，再加上储能就 OK 了，就可以完全自给自用。这是未来终极状态下的一个发展模式。当然，这个终极状态的实现速度比较慢，因为现存的力量一定会阻止你去这么做，一定会想让你去更依赖它。但是这个能源的形式从最原始的状态，我们从利用能源的形式，比如说从原始社会，大家是用火，慢慢的后来用这种蒸汽机，然后用这个电气化，再到现在再到信息化，这个过程呢，从刚开始大家用能量的状态是分散式的，慢慢的随着我们的工业化水平越来越高，我们的这个需要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来，才能进行这个更高水平的工业化、更高水平的生产。这个时候用能越来越集中。那随着我们现在信息科技的发展，未来不需要大家都聚在一起，也可以完成配合的，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远距离的配合完成一些复杂度很高的一些工程、一些生产。这个时候用能又将继续的由集中式变成分布式，但这种分布式和我们远古状态的原始状态这种分布式不一样。之前的那种分布式是局限于这个技术水平，没有办法做到集中式它只能分布式。但现在我们这种新型的分布式呢，未来会是一个智能化的分布式，虽然是分布式的，但这个分布式是互相之间有信息的沟通，有这个能量的沟通，有电量的，有功率的沟通，是一个新型的分布式，这是未来的一个终极形态。所以这是未来储能在整个能源的发展大战略中的一个作用。那为什么一定要实现碳中和呢？如果我们扯得更远一点，大家如果看最近的这个20大的一个总数据的报告的话，可能对于政治比较敏感的同学呢，可能会关注到里面提了一个词叫做大安全。就我们要塑造这种大安全这种观念，就是中国的整个的国际态势要考虑到大安全，不是简单的安全。这个大安全就包含很多了，就大家平时说的，比如说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这个等等这个信息安全，是这个生物安全，就是不要把中国人的血液运到海外，让别人做基因武器针对我们，这些都是安全，这些都属于大安全框架里面一部分。那其实我们和储能和新能源发展相关的就是这个能源安全。现在中国的这个油气对外依存程度是非常高的，如果真的我们发生了战争这样的情况，中国这个马六甲这个海峡一旦被掐断，美国的这个10个航母战斗群都开出来，到处围堵我们去获取外界能源的渠道，这个海上渠道基本上就会被掐断，只能靠这个陆地渠道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很被动，因为我们的能源就不自主，这对外依赖程度比较强。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按照我们碳中和这个目标持续的去推广下去，未来越来越多的我们用太阳能和风能它这种形式的能量，然后逐渐减少对天然气、对于石油的依赖，这样的话，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中国就不再依赖外部的这种能源渠道了，我们就可以做到真正的能源独立就仅仅依靠自身的风和光发出来的这些，利用这些能量，再依靠我们陆地的一些
进口天然气和石油的渠道，就可以完全做到一个能源独立。如果我们能做到能源独立的话，这个我们整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态势会改写的，就我们就不 care 这个海上的渠道，到时候比如说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大概就是自主性就会更高。现在之所以很多时候不出手，就是因为我们有小辫子，有这个软肋被别人捏住，不敢随便出手。当你没有软肋在别人手里的话，到时候这个出手这个完全的周边的地缘政治会为之而大变。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做碳中和这一张这个属于阳谋吧，我们就把这张碳中和这个牌、双碳战略这个牌打出来。我们的这个对外的宣传口径是我们要发展绿色能源，我们要环保，因为环保这个议题是任何人都攻击不了的，因为西方的这些国家就最喜欢谈环保，我们直接就来了个碳中和，我们这个环保比他们更极致。但其实我们背后打的一个这个阳谋的背后，就是我们要做到能源独立，做到能源安全，等到那一天，我们的整个的战略安全，整个国家层面的战略安全会更有保障。其实这我认为是碳中和这个目标提出来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碳中和不是终极目标，碳中和实现之后，实现了国家战略的这个战略级的安全，尤其能源独立、能源安全，这个才是终极的目标当然顺便也把这个行业给带火了。那谈到储能呢，刚刚谈了很多宏观的东西，就谈到储能，现在有很多技术。在技术层面呢，这个储能技术可以分为，这个2大种类吧，一种叫物理储能，一种叫做电化学的。现在我刚刚提到的锂电池呢是属于电化学的。那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物理储能，物理储能的大家接触比较多的，比如有抽水蓄能，有这个如果大家关注储能行业的话，会看到叫压缩空气储能，就是把这个电能转化为压力能，储存到高压空气。这个高压空气可以储存到14到15兆帕，大概是这个140到150个大气压，因为1兆帕就是10个大气压那这是一种形式。那还有一种形式呢，把电能转化为动能，这种形式一般叫做飞轮储能，就是它用电能去驱动一个电动机，带动一个转子这个高速的旋转，然后但它旋转的环境呢是一个近乎真空的环境，可以把电能储存到这种高速旋转的飞轮里头。就这些这个叫电能转化成动能，这种都属于机械储能的形式。那这里头呢，大家看到如果有机会去旅游的话，其实是有一些抽水蓄能电站，有这种形式是开放给公众的。因为抽水蓄能电站它所在的地方都非常优美，都是山区，都需要上下2个水库。它的储能原理呢非常简单，就是在需要将能量储存起来的时候，它用电网用电网上的电来驱动这个电动机带动水泵，把水从低洼的这个水库抽到高处。一般这个落差呢400米以上，现在越来越多去寻求600米或者700米的落差，这个落差越高，它储存的能量也越多那这是我们这个用抽水蓄能去储能的形式。那去释放能量的时候很简单，让高水库的水顺着一根管道流下来，然后直接冲刷这个水轮发电机，然后水轮发电机再带动着这个电动机再发电，然后再把电送回电网，非常简单。这样一种形式，它的转换效率大概是75%也就意味着每储存4度电，最终能够返还回来的只有3度电，所以它的效率还算中规中矩不算高。那这个领域呢，目前它的大部分这个抽水蓄能这方面的资产或者说项目都是被2大电网公司所持有的。这是之前的态势，但是从21年之后，国家层面已经允许民间资本或者说电网公司之外的资本进入到这个领域，所以目前这个领域的这个投资非常的积极，每年的项目增量非常快，大概都是以过去100%甚至150%的速度在增加。不过这个领域的投资机会就是不多，因为单个项目的投资呢都是70-80亿这个级别，所以都是一些大型的央企集团在投，个人投资的很少，但是也有。比如说，如果你家里真的有好几十个亿的闲散资金的话，我倒建议有机会你可以去投一个抽水蓄能电站，它的这个投资回报率是很高的。比如它的这个寿命，这个循环寿命是40年，每年的投资回报率大概，如果你投的比较优秀的话，有9到10，也就是说你有70-80亿的资金投进去，每年的有稳定的回报，
9到10个点的稳定的回报可以持续40年，这是一项很合算的一个投资啊。当然，普通人是难以进入到这个领域的，但是这是目前最传统的一种储能形式。现在来看呢，都是一种大央企、大集团，非常大的集团。像民营资本去参与到这个领域的，都是一些市值在1000亿以上的集团才有机会去投入进去，普通人是难以进去的。这个领域呢，我觉得就大家了解一下就行，就是这个方面的工作机会是比较少的。第二块呢是物理储能里面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将电能通过压缩机来压缩空气，最终把能量转化成压力能的形式储存起来。那当它需要去将这个能量重新转化为电能的时候，它用高压的空气去膨胀，然后在膨胀的过程中推动着旋转机械，我们一般叫涡轮机，或者叫透屏，英文叫 turbine， 然后推动着它去旋转，它旋转的话就可以带动着一个发电机，然后把电量重新再送回电网。但这种形式它的效率比较低，根据目前这个理论效率，当然大家可以算到65%甚至70%，但真正在运行的时候，目前根据国内已经并网的项目正式运行的项目，这种形式它的转换效率、能量转换效率大概只有不到60%，很多项目可能只有55%左右啊，也就意味着我们如果采用这项技术的话，投入100度电，最终我们可以只能储存起来之后只能获得55到60度电，效率比较低。但这项技术它的优势是，它不像抽水蓄能那样需要一定要依赖2个非常巨大的水库。这个水库的这个容积要几十亿立方，它不需要这样，它只需要有一个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立方的一个储气的容积就行了。它对地理条件也有一定的依赖，它需要将高压的空气储存到地下400到600米的深度，然后才能够去均衡这个高压空气它的压力，才能够利用这个地壳的这个结构来平衡它的压力。所以这种形式也不太好做，这种形式的项目，国内做的项目呢，大部分它的这个规模都比较小。国外呢，在1978年，德国佬先搞了一个大概有200-300兆瓦的，然后1991年美国人也做了一个。除此之后，这个技术路线到现在为止没有了，就是历史上只做了这2个商业化运行的项目，不像抽水蓄能的项目每年都能做个10几个左右啊，就最少的时候也能做个5、6个。但是压缩空气储能呢，现在过去40年左右，这个商业化的项目只有2个，所以这一点也能够就是从这个发展历史，从这个技术路线的发展历史，大家也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可能是成本比较高，或者说整个的这个由于它的效率比较低，它的投资回报就会影响它的这个运行起来的投资回报率，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度就不高。这是压缩空气的项目。那这一块有没有投资机会呢？目前在压缩空气这个领域做投资的大部分也是一些大型的央企啊、大型的国企在投，当然也有创业公司在做。但普通人进入到这个领域的机会，我觉得不多啊，尤其是我们。如果大家很多都是来自于信息科技这个领域的话，我觉得在这个领域呢，这个领域是非常传统的，大家进入到这个领域的工作机会也不多。然后如果说从投资这个角度，无论是做股权投资或者说二级市场的投资，现在也都缺乏比较好的这种投资标的，所以我就不推荐。因为我推荐的都是我认为比较好的，就我如果没有投资机会的话，我也分享我的实际的看法。第3块呢，就物理储能呢，这个第3个物理储能呢叫做飞轮储能，就是刚刚说的，把电能这个通过用电来驱动一个电动机，然后它带动的一个转子高速的旋转，这个旋转速度可以达到多快呢？每分钟可以做到4万转，甚至可以做到更高。如果这个转子用这种碳纤维的话，它的转速可以每分钟可以做到10万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每分钟10万转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就是你平时是很难接触到这样的场景的。就是当然它是飞轮储能，但是飞轮储能领域就比较常见。飞轮储能的转换效率比较高，就是它可以超过90%，但是它有一点比较令人沮丧的地方，就是它的储能时长很短，一般都是分钟级。像刚刚的抽水蓄能啊，或者说压缩空气储能，它们都可以去储存十几个小时，或者说好几天，就是它储存起来之后，好几天再去用它，那它的效率也变化不大。但飞轮储能不一样，飞轮储能它由于它高速旋转，它就难免会有一些消耗。所以说我们去利用飞轮储能的时候，它那个转子我们是把它
置于一个这个密闭的，然后空腔，然后针对这个空腔呢，要对它进行抽真空，就要把它里面的空气抽出来，让它的真空度非常高。同时呢，由于这个飞轮的转速非常快，那它在旋转的时候，它是不应该和周围的任何的这种器件有接触的。所以那怎么样让它没有接触呢？磁悬浮。所以飞轮储能里面用到了磁悬浮的轴承，就是飞轮储能它的转子在旋转的时候，它的上下左右都是悬浮的状态，所以它速度可以做到非常快。这个时候它由于不和任何的零部件产生接触，它就不会产生摩擦，就不会有很大的热量。但是呢，同时因为它处于这个空腔中，虽然我们外面用一个真空泵不停的去抽它的空气，把它抽出来，但它必然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空气分子都抽出来，它里面还是有少量的空气的。那它在如此高的速度下进行旋转，还是会和这些少量的空气发生摩擦，还产生热量。这个热量呢，如果不及时的疏导出来，那它就会发生膨胀，然后就会发生运行事故，过早之后发生运行事故。所以飞轮储能它的转子的外表涂了一层非常这个性能非常好的辐射散热性能非常好的这种物质，可以加速它将热量通过热辐射的方式这个散发到环境中，这样的话它可以保持比较好的一个温度状态，可以高速的运行。这是飞轮储能。飞轮储能的特点就是它的单体的功率，比如它的功率密度可以做到很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之内，我的这个对外输出的这个功率，这个就猛地输出一下，这个能量可以非常的聚集，就是比如说把几百千焦、几万焦的能量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输出去，这个叫功率非常大。那这个场合是适合用于哪些场合的？就是如果我用电力系统喜欢说的这些场合，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有一种场合，就是比如你将所有的力量聚焦于一个点，然后或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输出，有点类似，比如激光就属于这种场合。另外呢，像大家如果关注军事领域的话，比如电磁炮或者叫电磁弹射，其实都是这种储能形式应用的场合。实际上在国内的一些这种比如电磁炮啊，或者说电磁弹射的这些系统这个研发的过程中，就有利用这种飞轮储能去作为供能设施的，因为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这个能量传输出去，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功率密度。但它的一个缺点就是它不能储存很长的时间，它大概就是分钟级的，这也限制了它的应用范畴，所以它只适合用于这种冲击性的负荷，极短的时间需要很大能量的这些负荷，它不能进行小时级的或者跨天这种级别的储能，它是做不到。所以不同的储能形式它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然后就会产生不同的应用场景啊，也会有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来用它。比如飞轮储能在这种军事行业，大家就比较喜欢。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电化学储能。电化学储能里面也分很多这种储能形式，我们最常见的是叫做锂电池，刚刚也提到的这个锂电池呢，目前国内最受欢迎的是磷酸铁锂，也就是比亚迪经常说的这种叫做铁锂电池。那其实在国外呢也经常用三元锂电池，其实就是配方不太一样。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三元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更高，所以大家去买电动车的时候，一些比较高端的，就是电动车的比较高端的这种型号，它会用三元锂电池。当然，三元锂电池也更贵一些，但它续航更长。比如大家去看，像特斯拉的它的长续航版用的都是三元锂电池，它的这种普通版都是用的磷酸铁锂。那这是在它两个在能量密度方面的区别。但是在储能这个领域呢，对于能量密度没有那么强的要求，所以储能这个领域更喜欢用磷酸铁锂电池。目前国内的储能市场，大概是磷酸铁锂的天下，其他形式的锂电池现在的份额非常少，这是目前的状态。但未来会不会一直是这样呢？不好说。我觉得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新型的电池，一种电池的储能形式来替代锂电池。比如现在大家可能会如果关注股票，关注宁德时代这个公司的话，可能会知道他们推出了一款新的电池，叫做钠离子电池。其实钠离子电池的本质就是将整个锂离子电池体系里的锂置换成钠，其他别的东西变化不多啊，就是将这个去在充电或者放电过程中的这个载流子啊，由锂变成了钠。未来也许钠电池在发展10年20年，它可能会取代锂电池，但不好说。但现在的锂电池也是从70年代到现在已经发展了50年。
之后，积累了50年之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所以我觉得锂电池的优势在持续10年是没问题的。那针对锂电池呢，大家接触的是最多的，我们手机里用的也是锂电池，笔记本里的这些都是锂电池。它储能用的锂电池和这个原理几乎算一样，但它只不过它的个头比较大。现在个头最大的锂电池用于储能的一块电池，就一块电芯就可以储存接近1度电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是什么概念？一块电芯就可以储存1度电，就比如说，我们的空调开1个小时，差不多也就1度电左右吧，比那种变频空调。就是这个电池，它目前的储能电池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越做越大，这是它的一个趋势。就单块电池它的越做越大，但是它的能量密度目前还没有一个，虽然也在提升啊，但它能量密度提升的比较慢。储能电池里面它的变化最大的一个块就是它的循环寿命提升的是远高于它的能量密度的，因为它的能量密度受限于它的材料体系，它有一个上限，比如说每千克300瓦时，就是可能很难突破这个能量密度了。但是它的循环寿命呢，现在通过不断的去优化它的配方，这个电池的正负极材料，它的循环寿命已经由前几年的3000次到现在循环寿命可以做到6000到8000次，未来呢，到2025、26年的时候，有望达到12000次，可能到2030年之后会做到12000次到15000次。因为它循环寿命目前的这个是发展迭代速度最快的，发展最快的，也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意味着，大家以后的电动车的使用寿命会越来越长。所以电动车这个大趋势，是可以说是不可逆的。那在储能领域呢，当我们的一个电芯、一个电池，它的循环寿命越来越长的话，也就意味着它的使用成本越来越低。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在开场白的时候预测，这个新能源加锂电池储能这种形式，他们在2030年之后，将逐步的它的使用成本两者相加的使用成本非常低，就是新能源发电的成本到2030年之后，我认为大概率会低于1毛钱，储能的成本大概率会低于2毛钱，两者相加就3毛钱左右。那3毛钱左右呢，其实已经低于我们现在主力的这个用电里面电量主力的火力发电了，火力发电是3毛5到3毛8左右。所以到那个时候，这个新能源加储能，新能源加锂电池储能就会逐步的取代火电。这是刚刚开场白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这个我对这个预测很坚实的基础，就是因为我知道。锂电池它未来的一个发展路线或者发展路径，因为我长期的接触这些锂电池头部公司的研发人员，那他们也会把他们的研发计划，这个和我做沟通交流。那和他们多加交流之后，大家的目标定的都差不多，这个电芯到2030年之后都能做到12000到15000次。那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整个这个锂电池带给整个市场的颠覆是非常大的，既会颠覆我们这个电网或者电力系统，也会给汽车啊这个场景带来更大的颠覆。甚至未来我们这个不仅是乘用车，越来越多的这种需要原来烧油的，或者说烧柴油的，或者烧汽油的这些车辆，大概率都会置换为用电池这种方式啊，因为这种方式它续航有保障，它的能量密度也不差，这未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变化趋势。这是针对锂电池的。锂电池方面的投资机会呢，我认为还是很大的，因为锂电池的快速发展，我觉得刚刚开始。现在是现在这个阶段可以说是锂电池这个完成了之前的原始积累。现在应该处于一个它蓬勃发展的初期。虽然过去的3年它很火爆，现在遇到了一点点挫折。今年如果在座的诸位这个信息领域的朋友如果有炒股的话，这个之前跟风炒股去追捧新能源板块的，最近3-4个月会比较郁闷，因为跌了不少。但是这是一个暂时的挫折。那其实目前这个阶段应该是一个蓄力的阶段，未来整个和锂电池相关的这个整个产业链未来的发展前景都是非常好，因为它的投入目前是可以说是所有的领域里面最大的，然后它的人才的聚集程度，对它的各方面的政策的一个支撑程度，因为大家不在这个领域啊，可能不太关注相关的政策。但我们在这个领域呢，可以说每一周每一天都有省这个级别的能源局或者是主管部门发布的这种去促进锂电池这个行业发展政策，每一周都有国家层面的部委
去发布的这个促进这个行业发展、引导这个行业健康发展的政策。这个现象在当年光伏和风电快速发展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热火过。当然，大家知道现在光伏和风电这个产业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居于全世界第一的，毫无疑问全世界第一的 No.1 的产业。现在锂电池差不多也居于第一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第一的还不够稳固。在目前政策和资金的双重加持之下，未来我觉得成为一个世界绝对第一的领先的产业问题不大。那这个领域的投资机会非常多，我觉得无论在二级市场，就是股票市场，或者说在一级市场去投资一些初创公司都是有机会的。那我这个领域是值得投入的，大家如果去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深入研究一下。比如你可以从这些头部券商的一些研报，这些网上一搜大海都可以搜到，可以从研报看起，看一些他们也会推荐一些标的。当然我们是一个技术分享的，我就不推荐标的，但是以我的预感，我觉得这个领域这个未来的发展增幅还是非常大的。在2019年的时候，那会儿碳中和还没有提出，我在外面是做分享的时候，有一个现场的一个朋友就问我说：“你说了这么多，你对这个行业这么看好，你给我推荐2只股票。”我就随便脑子里就冒出来了2个，就是我接触最多的。我说：“要不你就试试买这2家吧。”他真买了。买了之后，然后到2019年2020年底，差不多涨了10倍。后来我又问他，我说你这次要赚大了吧？他说没有，他说我没有拿到10倍的时候，他说翻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了，就把它给出手了。这是我这是我在给投资建议的时候就是瞎蒙的啊，一个朋友他小赚了一点钱。后来呢，在20年的时候，就是在已经涨了一波之后，有一个在储能领域做销售，他不懂技术，他就问我。让我给建议，我又随便说了一家公司，其实我就根本就没有做任何分析，就我脑子里冒出来一家公司名字，这家公司的业务做的不错，你买吧。结果他买了之后涨了5倍，结果呢，本来他想换车的时候想换一个10几万的车，后来他就换了50多万的，大概就是当年这个快速发展的时候，就这样的才是跟闭着眼买差不多就错不了。当然现在这个机会已经没那么好，不过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投资感兴趣，去深入的研究一下，不要去，就深入的研究一下大趋势，深入的研究一下公司的这种发展的产品策略，还是能够抓住一些机会。这个里面的机会是很多的。这锂电池，那电化学储能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技术叫做液流电池。液流电池它也属于电化学储能，但是它和锂电池不太一样。就是锂电池在充放电的时候呢。这个它的电子是靠着这个锂离子去在正负极之间，然后通过电解液，然后正负极在两边，电解液在中间，这个锂离子作为载流子在正负极之间跑来跑去，将电子运来运去，实现的电流。这是这个锂电池。那液流电池是如何实现的呢？液流电池它是让它的正极的电解液和负极的电解液不断的循环之后，它进入到一个电堆里头，电堆中间有一个隔膜，这个隔膜把正极电解液和负极电解液隔开，但是正负极的电解液呢，在这个通过隔膜发生反应，然后交换它们彼此携带的电子，形成电流。这个是和锂电池截然不同的。锂电池是让离子去动，电解液是固定的，就比如我们电池里的这个手机电池里的电解液是不动的。那液流电池呢，是整一个电堆，然后让电解液两种形成的电解液不断的循环。然后让电解液进入电堆里面，然后让在隔膜上发生化学反应，来交换离子交换电子，形成电流。这是液流电池。液流电池目前大家一听就会知道这个损耗很大，为什么呢？因为需要有外部的驱动力去驱动的电解液不断的循环，它是需要消耗额外的能量的。所以锂电池储能系统它的整体的循环效率可以做到85%左右。那液流电池呢，目前很难超过65%，就它有20%以上的能量都消耗在自身的循环过程中了。那液流电池其实也可以继续细分，目前做的最好的、最成熟的液流电池技术叫做全帆液流。全帆液流在2008年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那时候特别火，奥巴马都在某一些相当多的场合去推广全帆液流储能技术，当然现在也没推起来啊，就是全帆液流现在也是属于一个这个示范应用的阶段，没有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但是它也即使如此，它也是整个液流电池领域最成熟的技术。那么除了全帆液流之外呢，还有一些新秀液流啊、全铁液流啊等等一些非常五花八门的一些液流电池技术。
但是呢，我可以以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和经历来说，我觉得这个液流电池领域呢，大家除了全盘液流值得关注之外，其他的都不用怎么关注。那即使对于全盘液流呢，它目前也存在这项储能技术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它的成本比较高，它比锂电池贵2倍以上。也就是说，我们用锂电池储能系统去储存同样的电，如果用锂电池，我们花100万，用全盘液流大概得花200万，这是它目前的最大的问题。第二点呢是它的循环效率，由于它这种特殊的反应形式，导致它的效率比较低。大家知道，你的效率低，其实就意味着你的赚钱能力差。它的效率比锂电池系统低20个点，那就意味着我们用同样一套技术方案去做同样的事情，每年用全盘液流电池，它所带来的收益就会比我们用锂电池少20%。那又贵，然后这个每年的现金流又少20%，所以它的商业价值就是这个投资这样一种技术路线，用它这样一个技术路线去做一个项目，它的商业价值就比较低。所以目前呢，全盘液流电池的相关的项目都是一些利益相关方在投。什么叫利益相关方呢？比如说我是一家做电解液的公司，我投资了这个项目之后，顺便可以带动我电解液的销售那他会愿意去投。或者说呢，有一些地方政府，它有很多矿场，这些矿呢，比如钒矿，它就正好可以这个加工之后形成电解液。这个地方政府它会给一些优惠政策，吸引一些做全盘液流电池的产品的公司来这儿投资，或者说他们这个政府也投一些钱来投一个很大的项目，投一个20-30亿的项目，来带动一下本地的这些产业链的这个和钒矿相关的产业链它的发展，他们都是这样的目的，就是。现在大家也能看到一些很大的项目，但很多这些项目都是不是一个纯粹的出于一个商业化的目的或者一个盈利的目的去投的，而是为了出于这个，要不然是产业链的这个完善，要不然是带动一些本地企业的一些发展，出于这样的目的去投的。所以这样的项目呢，目前不是一个主流。如果从整个的装机占比来看，就是从2022年我们所有的技术路线大家做的项目放在一起，我们看谁的占比最大。锂电池的93%，然后液流电池大概2%到3%，2%到3%是液流电池的，占比是很小的，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技术。那这块投资机会有没有呢？直接做液流电池这项技术或者这个产品的公司呢，目前还没有上市公司，当然有一些公司在运作上市，但是呢，它的产业链相关的公司是有上市的，比如说供这个钒矿的，供这个电解液的，就是它的产业链上游材料的。这些有上市的，这方面我觉得，短期之内抓住机会还是可以去投一投的，但是要自己对市场有非常敏锐的嗅觉。如果说你对市场的嗅觉不够，我觉得在这个领域去投资或者这个可能去被割韭菜的收割的机会比较大，大家要谨慎。这是对于液流电池。接下来呢，接下来时间也差不多了，接下来还有几点。最后一个。好，这个单口这个功力也深厚。OK， 好。对，最后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钠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储能呢，也是一个目前炒作非常热的，做的最多的，或者说在这个领域积累最深的宁德时代。这个大家现在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领域耳熟能详的公司，但是我觉得可能宁德时代已经是一个跨圈的一个公司的，大部分人可能都听过，因为它在汽车领域，对吧？它也给很多电动汽车去供货，用它的电池，它也给特斯拉供货，所以它现在已经跨圈了。因为汽车圈是一个消费级产品，不像我们是一个工程级、工业级的产品了，接触的更多，所以宁德时代大家了解是很多的，而且宁德时代它的市值在一些情况下都突破1万亿了，国内突破1万亿的公司是很少的，大家对它关注度比较高。那钠离子电池也是宁德时代在2-3年前已经发布了。那它发布之后呢，它的钠离子电池它本来的设想是既要用于储能，也要用于电动车，也就是说它未来的应用场景是比较多的。那从发布到现在来看呢，钠离子电池的并不及预期。首先有2点，第一点是当初这个大家都设想的钠离子电池会更便宜，是从它的这种原材料级这个成本去拆分的，可以比锂电池便宜，大家认为可以便宜30%到40%，但其实，我们把原材料放到那儿是不能形成一个终端产品的，我们还要考虑中间的工艺成本、加工成本，这就涉及到的
这个大规模的生产产业化量化。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工艺成本、加工成本都考虑在内，其实钠离子电池比我们目前用的最多的锂电池是还要贵的。所以它想比锂电池做的便宜，短期之内是做不到的。其次呢，钠离子电池它的循环寿命，之前对它预想的是它的成熟产品拿出来去市场上卖的产品可以做到4000次的循环。那4000次还是不错的，已经达到了5年、18年的时候锂电池的水平了。但真正的今年，我看到大家把产品拿出来之后，都没有人敢吹4000次这个牛了，大概只有2000次，就循环寿命只有2000次，差不多是现在锂离子电池储能这种产品的这个1/4。所以目前钠离子的相关的这个炒作啊，这些投资啊，都变淡了一些。不过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这项技术它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有的，因为它毕竟它在迭代了10年左右，我们再给它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那它应该在它的循环寿命，在它的成本，它通过规模化生产之后，不断迭代之后，都会进一步的降低。同时呢，钠离子电池和锂电池相比，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钠这个资源的这个来源是非常多的，就是不受限制的。锂资源大部分在南美洲以及澳大利亚，就这些这个要不然是被美国控制，要不然是和美国比较近的这些区域，就是我们未来去无限的去获取这个锂资源可能会受到限制。中国的锂资源对外的依赖程度是超过70%，石油是80%。其实锂资源如果说真的打仗的话，未来锂资源的获取可能也是一个难题。所以基于这种战略级的安全考虑，我觉得大家各个公司包括国家层面的这个指导政策，对于钠离子电池的研究是会持续的推动下去。如果再给它10年到20年，我觉得钠离子电池还是会有一个不错的未来的。未来它是很有机会和锂电池去竞争一下，包括储能，包括这个电动车里面这个电池的选择的这样一个到底是以谁为主，这个地位它还是可以去挑战一下。所以如果大家做的是从投资的领域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做长线投资的，现在可以去考虑去布局一下10年后的这个10年后的，你可以猜一下哪家公司在10年后是钠离子领域的宁德时代，你现在布局一下，大概10年后可能有个50倍到100倍的收益也说不定。好的，大妈，我就先做这些比较笼统的介绍，因为时间有限。虽然比较笼统，但是这是比较什么规整啊，把整个产业的这个边界和轮廓已经勾勒出来了。那有几个问题啊，本来我想问一个，你既然说这个锂电这么高效啊，它这个对我们原料安全如何？你最后还提到这对70%对外依赖，那这个事儿，这事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钠呀什么的，这是一定要去考虑的。好，前面有网友问啊，就是怎么看待？因为你前面说的所有的储能是商用，而且都是国企，都是那种非常大的千瓦时啊，就是对整个至少是一个小区啊，也就是一个城区这么范围的。那这个家储呢？家储市场和家储的这个利弊是你怎么看？就其实现在有类似的方案，有一种呼声啊，就是所有家用电器全改成直流电，比如说15伏的直流电。那么这样的话，它对于我小型的家庭的电池组的这个利用是不是更加匹配？因为交流电它这个传变电的时候，它有热损耗，可实际上好像我们具体真正用电的这些元器件反而又都是直流。所以外面的交流进到家里头之后，你到无论是电视啊还是什么东西，就重新转换成直流才可以用。那如果这些本身就是直流的话，是不是对我们家庭小型存储这个储能这个叫什么来着？这种产品是更加友好呢？是的，我这个朋友的认知非常准确啊，我是非常认可这个观点的，就是目前这种家庭储能呢，的确是一个消费级的产品，而且家庭储能这个市场，大概70%的份额都在欧洲，因为欧洲他们的这个电价非常的贵，所以说只要在电价贵的地方，家庭储能产品就有这个利用空间。为什么呢？因为我用光伏发的电，我存到这个家储的产品里面，我这个自发自用，然后我尽量少用电网的电，那综合算下来，比从电网直接买电来还更便宜。所以说欧洲的家储市场就很发达。那家储市场未来越来越发达之后，那我们的电器，因为我们的电器大部分都是直接用直流电的，就比如说12、16伏啊、24伏啊，24伏可能比较多。
这不甚至高一点，48伏，差不多就这个水平了。那我们目前呢，但是目前的大部分的这个都是交流，我们输送的这个配电的网呢，还都是交流电网，到家里之后要经过一个我们叫做一个电源的一个转换，才能变成交流电。这电源转换里头呢，其实就是一些电力电子器件，就比如大家所常见的一些这个逆变器，就是叫交流变成直流，我们叫它逆变器。这个的确，这个只要你一转换，就会带来损耗，就是至少1.5，就是1.5%就转化为热量就没了。所以我们这个热耗算是一个永远都迈不过去的一个坎。未来如果说能够这个我们将这个家庭用电发展到极致，就是我们完全脱离电网，那因为我们储起来的电就是储在这个电池里面，这个电池本身就是它输出就是一个直流电。那么如果我们能做一套比较好的直流电的一个配电系统的话，家庭里的所有的电器都可以换成直流的，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做交流到直流到交流，交流再到直流的一个转换了，因为2次转换就会损失3个点，也会产生更多的热量。3个点，明白了。就是说，凡是带那一大坨那个这个什么 DC 那个叫什么变电器的，那其实只要是给它这个电器本身什么也不用动，给它通直流电，它就能用了。是的。OK 好，明白了。OK 好，那 OK 好，那我看其他还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我再问个问题，就你说了好多这个储能方法啊，物理里头，我最近刷到一个，它又叫什么热沙储能，就拿沙子把那个热量储存起来加以保温，然后到半夜，然后再把这个热能再转换成电能。这也有类似于这种也有市场吗？有市场，这个但是热再变回电是一个不合算的一个做法，因为从热变到电呢，它的转换效率，按照目前最先进的这个转换系统，大概也得45%到50%，就是从热变成电，就是跟那热电厂一样了，对，它这就是对。而且我们要去把热变成电，我们还需要去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投资，其实就是投资一个火力发电厂了。这个投资呢，就是每千瓦需要4000到5000元的投资啊，就是热变电。你想将热变成电，你必须配套一个小型的火力发电厂，要不然除此之外就是很难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了。所以说，我们想，比如说用热沙，其实就是用一种所谓的热沙呢，就是一种它的热容比比较大。什么叫热容比大？就是每升高1度的温度，它能够储存更多的热量所以它的热容比越大，它就用越少的体积就可以储存越多的热量。这种叫做储热，当然储热和储电一样，都是叫储能，没问题的。我们用这种储热呢，更多的就是储起来是热，我们就是最终把它用也是用热，最好也用热。明白。对，但是也有一种就是和光热发电结合起来的。的确是最终把这个热变为电了，但是呢，光热电站的造价是非常高的。光热电站在中国已经有2015年开始，2015年、16年的时候，国家能源局批准了20个项目，这个示范项目。这个光热就是那个热熔岩发电是吧？没错，热熔岩只是它晚上用热熔岩发电，白天的时候是不用的。白天的时候，它把来自于这个光热电站这个定日进场的热。然后转化为这个储存到熔岩里面，然后晚上这个没有太阳光照射了，然后再把这个熔岩里的热，大概它的温度是400到600摄氏度之间，把这个热通过换热器再去加热水，再把水变成一个400度左右的水蒸气，这个水蒸气再去驱动一个蒸汽透屏旋转带动发电机发电，后面呢和一个小型的火力发电厂是一样的。明白。OK， 那其实所有这些呢都是叫储能。那现在我看好像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它把这个核电站小型化都已经开始做得非常好。核电站小型化就是一个集装箱大小，它就可以发出可以供你整个城市用的这个叫小型核电站。那这样的话，像你之前说的，最终呢通过智能化也变成分布式的这个发电和用电了。因为这个集中式呢，它是为了提高效能那但是假设你这个有这种微型这核电站就不是核电站这个方案，我还看过好多个，有的话它就是能小到一辆车，就稍微这个叫规整大一点的话，也就是一个别墅那么大小那么在城区当中随便哪放一个就可以供整个城市去使用。那这个方向我们国家有什么规划和政策吗？鼓励还是不鼓励？
因为我个人不是做核能方向的，但是嗯当然它也属于电力的一部分，我也关注。我觉得在国家层面，对于这种核反应堆小型化之后，其实它最先的一个这个场景是军用场景，而不是民用化。不是你像，民用哦。如果你能将一个核电站做成一个集装箱大小，集装箱其实没多大，长12米，然后高度可能是7、8米，这马上首先是一个军事场景。马上就把它装到这个驱逐舰啊，装到航母里面，作为一个长期的高功率的一个功能设施了。然后，如果想民用化的话，其实核电站，这种小型的核电站民用化，我觉得不是一个趋势，小型化它是一个军事化的趋势，因为你要民用化的话，一定要考虑它的成本，就所有民用的东西，我们最终就追求极致的性价比。那你要追求极致的性价比的话，就要去建大容量的、大规模的，有了规模化之后，它的单位千瓦的造价才会降低，它的发电成本才会降低。所以做这种小型化成本是很高的。当然，小型化这个技术路线，国内一直都有探索，比如说有这种20、30兆瓦到50兆瓦之间的，或者说20兆瓦到100兆瓦之间的这样的反应堆是有的，他们叫高温气冷堆是有的。这个高温气冷堆呢，其实就在北京的郊区吧，就有这样的一个气冷堆在北京就有，好吧？啊，那这个好吧，也涉及到这个发电了。发电呢，现在我看的相关报道露出的意思，中国在核聚变方面其实也是走在前列的。那核聚变可以说是在现在所有发电手段当中是一个终极方案，因为它是属于行星级别的星星级。这个叫对太阳行星级别的这个发电能力，这个掌握了，人类才能够真正的步入到这个宇航种族这个行列里头。但是这个听着因为它要产生反应的条件非常苛刻几十亿度往上走，那这种情况本身也比核电甚至于还要危险。核电好歹有个叫啥来着，它还能可行，可能这个东西高压高温那么它现在按照它的发展，它应该比你这个锂电池，对吧？35年、38年左右能够达到民用级别，这个应该还有多长历程可以达到民用级别？这个问题很大，但是做能源领域的人，自从接触核聚变开始，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核聚变距离商业化还有50年，就是我们在50年就 OK 了吗？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科学家们就这么告诉我们。然后过了30年之后，科学家还是这么说，还是说这个核聚变距离商业化还有50年，所以差不多就像我们之前说这个石油的储量还共挖100年一样，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课本上就是挖100年，现在呢发现还是挖100年，还是挖100年，对，就是大概就是越挖越多了，对，还成熟度还很低吧。就目前核聚变虽然现在有不少这个投资机构就开始去投核聚变相关的项目了，但我觉得有点太超前了，因为目前核聚变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让它长期稳定的运行还没有实现。第二个就是我们让核聚变发生所产生的能量还这个不足以去弥补它发生所消耗的能量，就它现在还没实现收支平衡。如果说到某一天，就是我们让核聚变发生之后，它产生的能量能够去让它自行高于它发生所消耗的能量，它才进入一个真正的商业化的一个开始。当然，接下来还有更苛刻的，比如说它的持续性、稳定性，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成本如何去降本，如何去规模化之后降本，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科学家告诉我们核聚变距离商业化还有50年，这个判断不为过。我觉得还可以。也就是现在还不到投资的这个入口。是的，但是呢，由于这些闲散资金，可能这个资本市场的闲散资金实在是太多了。最近有很多一级市场的人去投核聚变的项目我认识的可能都有5、6个都会去投核聚变的项目。我觉得他们的布局耐心比较好，真的很长远，真的很长远。我甚至怀疑，等这个核聚变的项目，他们投的这个公司真正商业化运行的时候，可能这个投资机构都不存在了，都有这样的可能性。OK， 但是现在说不定，你比如说这个刚刚AIGC 们已经可以开始设计这个芯片了，那么他们是不是能够优化我们核聚变的这个叫啥来着？这个反应釜它的这个形状或者技术，
也不一定，因为现在它反映的那个是用它为什么耗电大呢？就是用了强磁把那东西固定在这个空间当中，因为没办法接触，温度太高了，对吧？那其实问题是整个这一个东西它全是在地面进行的，那所以有这么多危险。那现在我们天上有人了呀，我们在这个叫啥，在真空啊，我不用花那么大的精力把它固化在虚空当中的时候，那是不是真的跟太阳一样？或者干脆吧，好吧，这个设想一下，我们直接从太阳直接汲取，不是更简单吗？啊，好，那能源方面先说这儿，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家用存储，就是刚才说了，我假设都变成直流电呢，会节省很多这个能源，但是我去发的这个电还是集中啊，越集中它火力就发电站它功率越高，它那个转换效率高，对吧？那现在光伏已经是世界第一了，那假设我一户人家他用多大的这个光伏板可以确保我一户人家里头的基本使用，就是完全不靠这个并网的来电的话，就是说穿了，我就是假设普通一个人家可能他能够用的这个叫光伏面积啊，假设我就100平米，100平米现在我们能发的电有多少？它能够支撑我们普通家用电器的多大功率？这个有没有核算？因为城市里头不说，城市里头因为它用的电太多了，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哨所呀，比如说我们这个海防啊，甚至有些我们非洲那些就是探警队啊或者怎么地野外这种工作的时候啊，它这个用电用光伏是不是已经可以都支持上了？不用专门再带小型的柴油啊、汽油发动机什么东西？这个啊。一般上来说，这个光伏板啊，就是每平米它大概它的一个功率密度是100瓦左右，就是1平米你的一个1平米的光伏板，就是如果你铺设的话，大概是能够产生100瓦的这样的一个每小时吗？就是不是每小时，就是功率，这是它的功率啊。那你可以核算一下这个用户他的一个用电功率，然后你就要100瓦呢，1000瓦1小时，就是说我10平方米才能够供这个叫一个普通的电冰箱使用，是这个意思吧？对，很低了，实际上是。是的，所以如果你想供一个家庭的话，我觉得得有个，对吧，3000瓦左右，那就得30-40平米。30-40平米的一个铺设面积，就是可以在功率上可以顶上，但是呢，其实还不够，因为呢，你如果再去核算电量的话，它一天不稳定，对，不稳定，所以如果你再去核算电量的话，最起码你得乘以2，这个面积得乘以2，然后再加上储能设施，差不多可以够上1天的用电。也就意味着可能我粗略的估算一下，如果你有个100平米的一个面积，然后差不多这个再加上储能设施家储的这个设备，然后家里的用电就随便用了，什么空调啊、电冰箱随便开，没问题。是吧？啊，一两百不是？那现在有网友啊，这其实在西藏呢看到了什么东西呢？看到特斯拉的超级电站。就特斯拉超级电站，它就是像你说的，我标准的一个像集装，不是像集装箱，反正它做的很标准，一个集装箱展开了之后就变成一个超级装。超级装它不接电网，自己用那个白天用那个光伏发电，然后就充到了电池里头，你来了之后给你收钱，就等于说这无本生意。装了这个东西之后，它用太阳能发电，然后呢收你这个充特斯拉这个充电的这个钱啊。那这种东西特斯拉都已经做出来，那我们其他的各种叫什么来着？这个电动车为啥没有这种项目给出来的？成本，其实就是它就是超级充电站，就是用光伏加储能的形式，然后把电储存到这个大型的储能集装箱里面，然后去充电的时候呢，其实就是直接用这个一个大电池把它的电输送到了一个小电池里面，大概就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我刚刚也介绍过，就是如果我们光伏的电加上储能的设施，这个一度电的成本大概是8毛钱左右。所以说，如果我们用超级充电这个特斯拉的这种超级充电站去充电的话，可能每充一度电你得给它2块钱，它才会让你充，就这个比较贵的，肯定不会像我们普通的去这种电网相连的这个充电桩充你这个1块钱。也就是说，就是因为它品牌啊，包括它的一个特殊性，所以它的这种站才能够成立，其他的不成立。是的明白。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充电成本是比较高的。你比如说你开电动车开到了这个
大荒漠，这个时候有这个充电站，你还在乎钱吗？先充满再说，2块钱、3块钱一度电我也要充满，要不然对吧？人就对，他说到西藏了嘛，我开车开到西藏了，那我只能充啊，对吧？啊，没错，就这个是高成本的，就是从技术上来说，就是特斯拉做的东西，虽然这个大家很崇拜，大部分人啊，就是很崇拜这个特斯拉公司以及它的创始人等等，包括它的 SpaceX， 包括等等。当然，这个如果我们从纯技术的观点，就针对储能这一块中国做的每一块就是特斯拉能做的，中国都能做，甚至可以做得更好，而且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做得更好。明白。包括但是人家没有短板啊，我们整个一个终端产品它总是会有短板，它会给人印象就没有特斯拉了。好 ，OK， 好。就是特斯拉在储能产品这一块，它有家储产品，也有这种工商业储能的，也有大型储能，它都有。它那品牌溢价做的是很棒的，就是大家就是觉得它其他做的好，比如有人经常说，我连这个火箭都回收了，我这电动车我的刹车做不好嘛，对吧？或者火箭都回收了，我这个一个电池我做不好嘛？就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情的迁移，其实还是要客观。就如果真正的针对储能这一块这个产品，包括它的储能的业务的话，我觉得中国的竞争力是更强的。包括特斯拉最近也要在上海建一个 Magtech 啊，一个公司。毕竟它是一个公司，我们是一个国家，对吧？一个国家干不过一个公司，这也太挫了点。对我们现在这个产业链就在储能方向的产业链。可以说特斯拉就是赶不上的，就在储能方面的产业链，也是处于世界第一的，可以很自豪的这么说，处于世界第一的。除了有一些这个叫原料还过于依赖之外，还不够安全之外啊，但是这个是开始有意识的去补了。是的，就是原料依赖是一个我们的短板。另外一个呢，在储能这个产业链里面，还有一点芯片的依赖，因为在控制这个领域，其实很多芯片目前还是进口。不过这些芯片呢，不像我们的手机里面的这种芯片，都是5纳米、7纳米的，这些芯片都是65纳米，甚至是更高的，所以不受限制，我们想进口随便买。不过如果哪天它真的要来卡我们，也是可以卡一卡的。不过呢，我们国产化的替代现在发展的也不错，这个领域是有机会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活动小红花的听众很多是信息领域的啊。如果说这个领域，我觉得目前有相关的工作机会的话，不想干原有的，去做这个和储能相关的这个国产化替代的相关的一些设备的研发，我觉得是有很好的机会。OK， 好，那这方面下期